当前俄乌前线局势仍然激烈，双方相互发动多起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敖德萨一幢9层住宅2号遭俄军无人机突袭，截至目前已有10人遇难。次日，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处民宅，暂未造成伤亡。在克里米亚地区，俄乌双方也在持续对峙。俄国防部通报称，2号夜间至3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该地区上空击落了38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克里米亚大桥曾一度暂停通行。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地区传出爆炸声。事实上，克里米亚大桥如今占据了全球媒体的版面。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总编西蒙尼扬1号爆出德军内部会议录音，内容显示，多名德国军官曾讨论向乌克兰提供导弹，并秘密助其轰炸克里米亚大桥等目标。这段长达38分钟的音频文件，据称是在上月19号被录下。西蒙尼扬在社交平台上透露，说话的4名德国军官分别为德国空军司令格哈茨、德国空军司令部作战和演习负责人格列费，以及2名德军太空司令部空中作战中心官员芬斯克和弗罗斯特德。深圳卫视注意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对于俄媒的爆料，西方媒体普遍持怀疑态度。但这次，包括《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主流美媒都在第一时间表示，已向德国军方求证这段录音是真实的。Discussions were really quite detailed. That these apparently senior officers of the Bundeswehr discussed the use of Taurus missiles, which have a range of about 500 kilometers, double the range of any missiles that France or the UK have sent to Ukraine. 在录音中，格哈茨提到，可以分2批向乌克兰运送金牛座导弹，每批50枚。但他同时表示，这么做可能会让德军陷入与乌武装部队有直接联系的泥淖。事实上，去年5月，美国军事网站战争地带就曾报道称，德国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该国基民盟议员基塞维特就此提议，不断向德国政府施压，声称将金牛座转移至乌克兰，比将其存放在德国更有利。观察指，金牛座是德国和瑞典联合研制的一种防区外空地巡航导弹，采用涡扇发动机，最大射程超过350千米，可打击坚固或地下目标，是金牛座导弹的一大特点。重454千克的串联钻地弹头，可击穿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或36米厚的土层。如果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此款武器，将对俄罗斯本土构成威胁，也必然引发俄罗斯方面的强势反击。外界注意到，德国总理舒尔茨上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明确否决向乌提供金牛座导弹，认为这将导致局势升级。但就在几天后，录音遭曝光。德国《世界报》称，如果这段录音是真实的，它在政治上将极具爆炸性，因为这意味着德军与舒尔茨的想法截然不同。正在梵蒂冈访问的舒尔茨表示，德国政府将针对录音着手展开调查。What is being reported is very serious. That's why it is necessary to begin a very thorough, intensive and rapid investigation. 深圳卫视注意到，虽然德军方讨论的内容十分敏感，参与讨论的官员层级也很高，但他们并没有使用内网或者加密通话，而是选择了美国公司思科开发的线上会议应用。这款民用通讯软件被德国军方和其他政府敏感部门广泛使用。《华尔街日报》爆料称，开会时，一名军官甚至身处新加坡，通过自己的智能手机加入会议，听起来似乎毫不设防。也有分析认为，俄方此时高调发布录音，背后另有盘算。The first one is to signal to the German government and to German army leadership that Russia knows what is being debated on the closet meetings. So Russia has obviously kind of access to these talks and can tape them and can publish them in general.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at Russia wants Germany to make Germany think twice before delivering cruise missiles like Taurus to the Ukraine or delivering any other kind of heavy weapons to the Ukraine.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俄罗斯将要求德方就此作出解释。俄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这段录音令北约颜面尽失。从德国方面试图掩饰或隐瞒可以看出，德方完全清楚他们在讨论直接参与俄乌冲突的问题。分析认为，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3年，
乌克兰在战场上的疲态愈发明显，西方国家紧张情绪上升，也推升了他们直接下场参与对抗的可能。欧洲的国家政要，他们释放这种向乌克兰直接派出地面部队的这样一种意图呢，其实是想，主要的目的还是向美国施压，说你要是再犹豫，那我就直接上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啊，不会爆发说北约的军队直接下场，无论说是它的军事效果，还是说它的这个政治影响，都是不太现实的。现在这个各方的这个表态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性的。另一方面，德国国防部日前证实，空军内部对话遭窃听，而相关被披露的录音显示，对话涉及讨论德方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并协助乌军对俄罗斯克里米亚大桥发起袭击。那么，吴先生，您怎么看这场情报攻防呢？德国人挺不容易的，一方面被盟主美国监听，另一方面还被对手俄罗斯监听。让我大跌眼镜的是，据说德国空军的高参们使用的是民用视讯会议软件 WebEx。你能想象一群高级军事幕僚在民用软件上讨论国家机密吗？这就是欧洲各国承平日久的缩影，保密意识是全面滑坡。这段录音是由俄罗斯国家安全局，也就是 FSB 提供给媒体的，时机很微妙。妙就妙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发起的挺乌峰会刚刚结束，欧盟内部尤其是德法轴心围绕是否出兵乌克兰产生了直接矛盾。这则录音的曝光，进一步让欧洲各国意识到，卷入这场局部冲突很可能只差一步之遥。在我看来，俄方主动向对方释放这则情报，也是想借用舆论的力量挫败北约教官团对克里米亚大桥的图谋。因为这则录音公布之后，乌军今后针对克里米亚大桥的每一次精确打击都难以撇清北约的影子。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北约正在加大对俄乌冲突的介入力度。新加坡国防部长前几天在讨论采购 F-35A 战机时，他就公开的讲，这款战机已经在俄乌战场上发挥作用了。熟悉 F-35战机的朋友一听就懂，美军的 F-35战机完全不必开火，仅仅凭借自身的隐身能力与态势感知能力，就能作为空中战役的指挥节点，为友军标识俄军的防空阵地。正是这些模糊地带让这场俄乌冲突的复杂程度无限升高了。眼下，俄方只是对外透露了波兰、德国、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直接角色，还远没有总摊牌。一方面，莫斯科当然不希望与整个北约直接对决，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俄军其实一直在面对整个北约的直接与间接的军事压力。作为承压者的俄罗斯一定会面临一个临界点，那就是北约的军事介入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眼下，德国空军的录音门给我们预示了一个更加危险的未来，那就是俄乌冲突的下半场正在到来。北约的介入身影会越来越多的被俄方对外展示，这将很可能导致战事的烈度与广度的全面升级。是踩一脚刹车，还是油门焊死？答案将在2024年剩下的日子里一一揭晓。